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60加女人减龄穿搭，衣不穿紧，鞋不带跟，松弛大方，年轻有气质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听过这样一句话，如果你来不及精致的年轻，那么就选择优雅的老去。对于大部分女人而言，如果年老时能被别人说优雅得体，那一定很有成就感。而事实上，很多女人由于年轻时太忙，所以很少打扮自己。到了一定年纪，又觉得颜值、身材都不复存在，于是也很少打扮，这样无疑与优雅渐行渐远。在岁月长河里，每个女人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，而年龄仅仅是这道风景中的一抹柔和色彩。即使年过60，时间的沉淀也会赋予女人一种无法复制的魅力和气质。然而，如何在这样的成熟魅力之上，再添上一份青春的活力，成了许多人内心深处的小秘密。这期咖啡屋中，我们将一起探索那些让60岁女人焕发年轻光彩的减龄秘籍。衣不紧身。随着岁月流逝，我们的身体线条会逐渐失去年轻时的紧致感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展现自己的风采。相反，这种独特的岁月痕迹，正是我们成熟魅力的由来。因此，在选择衣服时，我们应该避免过于紧身的款式，因为这些款式会暴露我们的身材缺陷，让我们看起来更加衰老。相反，如果选择那些宽松而经典的衣服，不仅能够遮盖我们的身材缺陷，还能够让我们看起来更加年轻。因此，对于每一位60多岁的女人来说，选择宽松而不失剪裁的衣服，是减龄的第一步。挑选单品时，务必远离这2个雷区。雷区1，少选容易起褶皱的单品。在当今社会，细节往往决定了事情的成败。在买服装时，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细节，就是材质是否容易产生皱褶，因为布料的易皱程度会直接影响到服装的整体外观和穿着效果。如果布料容易出现褶皱，那么在无形之中就会降低整体的品味和档次，使得原本精心挑选的服装变得不再那么令人满意。例如，纯棉和亚麻这2种材质虽然透气舒适，透气性好，穿着起来非常舒适，但如果处理不当，很容易变得皱巴巴的。这种皱褶不仅会影响穿着效果，还会给人一种邋遢不修边幅的感觉。因此，在选择这类材质的服装时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其保养和护理方法，尽量避免产生皱褶。相反，那些剪裁得体、面料挺阔、抗皱性强的单品，即使款式再简单，也能彰显出穿着的高雅气息。这类服装不仅穿着舒适，而且在视觉上给人一种整洁利落的感觉，即使在繁忙的工作日，也能保持良好的形象，展现出穿着的专业素养和品味。雷区2，少选配色过于复杂、花哨的单品。在选择色彩和图案时，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和细致，尽量避免那些过于繁复和花哨的设计，特别是那些老式的印花图案。这类设计往往会给人一种琐碎和陈旧的感觉，缺乏现代时尚的气息。相反，一个明智的选择是以简约和大方为主导，尽量将色彩的数量控制在3种以内。这样的设计不仅能够彰显成熟女人的稳重气质，同时还能保持一定的活力和时尚感，从而在视觉上创造出既优雅又现代的效果，避免显得过于杂乱无章。2，挑选单品要遵循张弛有度的原则。在穿衣打扮的过程中，张弛有度的原则尤为重要。如果你选择了一件较为修身的上衣，那么可以考虑搭配一条版型宽松的长裙或长裤，这样的搭配可以很好地平衡整体的视觉效果。
既突出了上衣的精致感，又通过宽松的下装营造出一种轻松自在的氛围。相反的，如果你选择了一件宽松的上衣，那么应该回归到线条感更加明显、版型较为合身的下装。这种搭配法则可以帮助你营造出优美的曲线美，同时让身材看起来更加匀称。例如，当穿上一件宽松的针织上衣时，可以选择一条笔直的西装裤或是包臀裙作为搭配。这样的组合不仅提供了足够的活动空间，在行动时更加自如，还赋予了整体造型层次感，使我们的气质更加立体。3. 从这5点入手，显瘦又显高挑。一是入手收腰设计的长裙。对于那些下半身略显丰满的女人来说，选择一条既能够收腰又稍微带有喇叭型的 A 字裙或直筒裙，将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。这样的裙子设计不仅能够有效地强调腰部的曲线，让你的身材看起来更加凹凸有致，同时还能够平衡整体的比例，让你的下半身看起来更加协调、修长和匀称。而对于那些上半身与下半身比例相对协调的女人，如果你对自己的腿部线条不够自信，担心腿部不够纤细，那么选择一条拖地款式的鱼尾裙会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。这种裙子的设计不仅能遮盖住腿部的不足，还能够通过其独特的剪裁和流动感，营造出一种优雅而浪漫的氛围。拖地款式鱼尾裙的下摆逐渐展开，仿佛鱼尾一般，不仅能够修饰腿部线条，还能够让你的整体造型更加引人注目。2是入手长度适中的长裙。中等长度的长裙，它不会像超短裙那样暴露腿部瑕疵，同时用过膝的样式结合上恰到好处地露出脚踝的长度，增加了身体的纵向线条感。此外，过长的裙子对身高造成压缩感，同时还会在视觉上显得十分拖沓不精神。例如9分裤或9分裙，除了符合身高比例外，还能让穿着者看起来精神性足，且添加了几分灵动感。3是入手宽松衬衫。宽松的衬衫以其简约而大方的设计风格，一直以来都是衣橱中的经典必备款式。选择采用棉麻等天然材质制成的宽松衬衫，不仅能够带来舒适的穿着体验，还能在不经意间展现出一种随性而自由的生活态度。解开几颗扣子，露出颈部线条，或是搭配一条精致的丝巾，巧妙地增添一抹优雅的点缀，都能让整体造型瞬间提升几个时尚度。宽松衬衫还能遮掩身材的不足，起到显瘦的效果，在视觉上提升个人的气质。4是入手高腰阔腿裤。高腰阔腿裤无疑是修饰腿型的绝佳选择，它不仅能够有效地拉长腿部线条，还能隐藏腿部的小瑕疵，让我们在行走间散发出自信与从容。搭配一件简约的 T 恤或是针织衫，就能轻松打造出既日常又不失格调的装扮。无论是逛街、上班还是休闲时光，这样的搭配都能让你显得优雅而有气质。高腰的设计不仅提升了腰线，还巧妙地拉长了下半身的比例，让你的身材看起来更加高挑。阔腿裤的宽松版型更是为腿部提供了足够的空间，让你在舒适的也能随性自在。无论是搭配平底鞋还是高跟鞋，高腰阔腿裤都能让你的造型更加有格调。4. 根据身材选择合适的颜色。在选择服装颜色时，最重要的是要根据自身的条件来进行挑选。对于那些身材较为娇小、骨架较细的女人来说，可以多尝试穿着浅色系的上衣或连衣裙。这类温柔而有光泽的色系不仅能够衬托出肤色的通透感，还能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。浅色系的服装能够让人显得更加轻盈，仿佛春风拂面，带来一种柔和的视觉效果。而对于那些骨架偏大或上半身较为丰满的女人，
深色系的服装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深色系具有收缩视觉效果的特点，能够有效地减少身体的体积感，从而达到显瘦的效果。深色系的服装能够让人显得更加稳重和优雅，神秘而迷人。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花样繁多、颜色丰富的服装，因为这些服装能够展现出青春的活力和无限的创意。但年龄大了，就会逐渐发现简洁而协调的色彩更能体现个人的魅力及内涵，还能让人显得更加沉稳和有品味。2. 鞋不带跟。对于60岁的女人而言，鞋子不仅是整体造型的亮点，更是舒适与安全的关键所在。因此，很多女人会放弃高跟鞋，转而青睐于平底或低跟鞋款。这样的选择不仅让双足得到释放，还确保了步伐的稳健，彰显出从容和自信。1. 50-60岁穿本就造型优雅的鞋最合适。款式1，乐福鞋复古端庄。当我们谈论到最适合中年女人的优雅鞋款时，乐福鞋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乐福鞋以其经典的鞋型和复古的造型，轻松驾驭各种场合。然而，在选择乐福鞋时，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，以确保选到最适合自己的款式。首先，乐福鞋的鞋面材质选择非常关键。漆皮或皮革鞋面在增加金属装饰后，会显得更加时尚和精致。金属装饰可以是简单的扣环或小巧的金属片。这些细节的加入，不仅提升了鞋款的质感，还增添了一丝现代感。而麂皮鞋面则可以通过添加同材质的流苏点缀，来增加鞋款的层次感和复古气息。流苏的加入让乐福鞋更具个性，同时也显得更加优雅。此外，在鞋跟的选择上，建议远离高防水台和超过4厘米的高跟款式。高防水台和过高的鞋跟不仅会增加穿着的不适感，还容易让人显得笨重，失去乐福鞋原本的轻盈和优雅。选择中低跟或平底的乐福鞋，不仅穿着舒适，还能保持优雅的姿态，更符合中年女人追求的高级感和合脚度。款式2，极简单鞋百搭秀气，认准细腻皮革和流畅线条。极简单鞋往往被人低估，其鞋型简约秀气，无任何装饰物，更凸显出细腻皮革的质感，配合立体成型的流畅线条，极简美发挥到了极致。这类鞋多半为平底基础色，穿上如走在云端，优雅惬意，但千万别选塑料或水晶材质，实在太显廉价。2，这些鞋子看似普通，实则上较优雅到不行。一是复古短靴，有一定钝感的设计，中年穿更减龄；而有的鞋子乍一看很普通，上脚其优雅洋气的效果却很惊艳。马丁靴、烟管靴、牛仔靴等复古短靴就是典型代表。马丁靴选深色款，烟管靴长要在小腿肚以下，牛仔靴挑麂皮或动物皮革材质，略带钝感的设计比寻常的短靴更潮哟。2是夏季无跟鞋，记得选皮质有设计感的款式。不过在夏天，有什么是比穿拖鞋还舒适的存在呢？但拖鞋亦不得体，汲取了其标志性的无跟设计，加上更优雅的包头、带跟、窄长设计，这双夏季无跟鞋才堪称完美。选窄长型平底无跟鞋优雅百搭，类似拖鞋的款式记得挑皮革材质，但别选高亮度或高饱和的彩色系，还得远离高防水台。3，精挑细选后，发现优雅鞋都有这些共同点：一是都为皮革质地，耐穿高级又有质感。乐福鞋、单鞋、短靴和无跟鞋美得各有千秋，但这些鞋想有质感，都离不开皮革材质。在一众人造皮革中，精准识别出更舒适有质感的真皮，这才是对眼光的考验。真皮纹理清晰、柔软富有弹性，按下会形成自然的太阳纹，
具有吸水性，反面有绒感。穿有型的乐福鞋、短靴时就优先选硬皮，修身的单鞋、无跟鞋就看准软皮。二是鞋子需要合适的配件点缀，才更精致。鞋子选择配件也有规律，对于乐福鞋、单鞋等本就优雅的鞋子，适合加入小体积的金属、珍珠、水钻等精致配件点缀，而这些过于女人化的配件却不适合用在偏简约中性的鞋子上，尤其是马丁靴、半凉拖、烟管靴，选择最简单的纯色款就已是高级的存在了。三是基础色系搭配纯色是绝不出错的配色方案。鞋子的颜色很重要，高饱和高亮度的彩色太艳俗，偏中性的鞋子选女人化的色彩又易显土，别让这两类土气又难驾驭的色彩成为败笔。其实60岁的中年女人只要选最基础的黑白灰，以及以卡其色为代表的大地色系，基本就能拿捏鞋子的优雅。四，学会这些穿鞋关键词，轻松甩掉大妈感。关键词一，协调感。不同鞋款适配量感不同的夏装。中国自古就讲究和谐统一的审美，穿搭具备协调感可是每个中年女人让气质达标的必修课。协调感最重要的来源是夏装与鞋子的量感配合度，平底鞋、单鞋、窄长细跟的高跟鞋要配小量感的夏装，例如修长简约的长裙，面料薄而有流动感，颜色浅、花色少或面料有透明感的夏装，而本身就具备一定钝感的厚底鞋。宽鞋面乐福鞋、钝感短靴等量感偏大的鞋子，就得配大量感夏装。这些夏装要么是廓形大、颜色深，或带有大量感宽条纹、大印花的阔腿裤、宽松裙等，要么是选择有厚度的面料、无明显垂感的长款服装。关键词二，延长感，全靠鞋子和夏装的这些细节。一是横向感夏装要配有 V 型线条的鞋子，而穿上鞋子能否拥有纤细修长的身形，就得看腿部是否有 V 型线条，尤其是在穿横向设计的款式时，足部无延长就会变矮胖。夏装下摆为水平横线剪裁，鞋子就得带 V 型线条，比如水平型裙摆和 V 型鞋头，水平剪裁的裤脚和有 V 型露脚背形状的单鞋去增添秀气感。二是钝感鞋型用局部顺色的方式就能显高显腿长。宽鞋面钝感鞋型要增加延长感，可以像牛仔靴一样选上宽下窄的 V 型靴筒，或如乐福鞋、马丁靴一般夏装顺色。包裹住脚踝的短靴以及钝感鞋都可配同色系夏装，不过穿裤要露脚踝，穿裙要有明显的宽窄差距，配合上身高腰线，50-60岁也能享受一波大长腿的快乐道。关键词三，造型吸睛感，上身亮点大于下半身才洋气。第一，基础款单品中的配饰最吸睛，中年挑优雅款。大部分人到了50-60岁都会身材发福，体型走样。穿衣打扮时，如果下半身的亮点多于上半身，就会导致重心下移而显胖显矮。正确的穿法是上半身的吸睛点要比下半身更多。例如穿基础款的衬衫、连衣裙时，可借助吸睛配饰点缀，以草编帽、丝巾、皮包等优雅风配饰为最佳。第二，连体或顺色服装中，上身加入特殊构造超显瘦，也有一些为了图方便省心的中年人，会偏好上下顺色的套装或连体款。这类服装推荐在上半身通过特殊的构造营造亮点，更显瘦洋气。这几位博主就给了很好的示范。连衣裙在上半身用牛仔衣斜着叠穿，套装搭不规则马甲，顺色穿搭选更个性的露肩或不规则上衣，低调的同色系鞋子更给整体加分。三，色不过三，当装束中的色彩超越了3种，视觉上会产生杂乱无章的效果，甚至给人过于琐碎和庸俗的感觉。
较多的横向分割点也会影响整体线条的流畅美。通过限制色彩数量，在简约中营造层次感，既可避免单调，也能演绎出恬淡和谐的风采。一、运用这些配色方针，洋气又好看。方针一，整体配色要协调，有层次。选择同色系的搭配手法是初学者的最佳选择。不过要注意，在色系统一的同时，要通过不同质地间的微妙反差来创造层次感。类似的，若喜欢明快的双色组合，建议上下着装长度上行差异化处理，比如宽松短款的淡黄色上衣搭配深蓝色直筒长裤，塑造出清爽而优雅的比例关系。方针二，上衣多选浅色，提升气色。肤色暗沉的女人不妨选择浅色系上衣，如米白色、淡粉色或是湖水蓝等，这些色彩能显著提亮肌肤，让面部看上去更为有神。此外，适度地露出颈部线条，也将有效延伸头部至身体的连接，是视觉上的提亮之笔。方针三，营造深浅反差。各种米色系列的西装、风衣是百搭经典，如果搭配黑色长裙或深色9分裤，即可形成明暗对比，强化立体效果。同理，一件深棕色的高领毛衣，下搭一条浅咖色宽腿裤，不仅穿出了秋冬季节的温暖感，还展示了优雅质感。二、选择花色要多注意这两点。一是多注意质感，印花元素虽然多姿多彩，但选择实物需考量质地，高级感十足的花色通常质地较厚，图案设计精美而不浮夸，如茶花大小适宜、色彩从容不迫的丝绸衫、雪纺裙，便能彰显高雅格调。二是多考虑五官需求，五官精致小巧的女人适合穿小波点、小印花或浅色印花单品，这些纹路可以平衡整体感觉，使五官更为突出。相反，轮廓分明、硬朗的女人更适合较大的图案，使用深色系大印花来衬托出更为坚定和雍容的气质。四、松弛大方。除了外在的装扮，减龄的秘诀更在于内心的平和与从容，保持一颗年轻的心，积极迎接生活的每一个挑战，用乐观的心态拥抱每一个当下，这样的态度比任何化妆品都要有效得多。学会释怀过去的遗憾与负担，珍惜眼前的幸福与美好，培养一些兴趣爱好，如绘画、书法、园艺或旅行，让生活充满色彩与乐趣。与亲朋好友保持联系，分享彼此的快乐与忧愁，让心灵得到滋养与慰藉。在穿衣打扮上，不必刻意追求年轻化的潮流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年龄、身材和气质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风格。记住，真正的时尚不在于追逐潮流，而在于展现个性，活出自己的风采。中年女人想要显得更加年轻并非难事，只需在挑选衣服时注重宽松舒适，选择鞋子时追求稳健舒适，色彩搭配不超过3种，并且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态，就能在时间的长河中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成为那个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吸引众人目光的优雅女人吧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欢迎留言和投稿。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